小侄素来心仪伯父的五行奇门之术，不知伯父奇门之术包罗甚广，不知你要学哪一门呢？小侄见这岛上道路盘旋，花树繁复，心中仰慕之极。求伯父让小侄在这岛上居住数月，细细研究这生克变化之道。儿，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桃花岛花了你伯父半生的心血，这岛上的布置奥妙，外敌不敢入侵，全仗于此。怎么可能说告诉你就告诉你呢？这桃花岛就算是一座光秃秃的石山，哼，我看也未必有人伤得了我黄某人。哎呦，耀兄，小弟鲁莽失言，还望耀兄万勿见怪。老都啊，你这个激将法对别人没有作用，对耀兄那是最有作用的。哼，在下对七兄用的是点将法，改天我们一定要再战。这是桃花岛的总图啊，岛上所有五行生克、阴阳八卦的变化都写在其中。欧阳世侄，你拿去好好研习吧。多谢伯父。3个月之后，我会派人前去取回。眼下你可到临安府一家客栈住下研习，途中的一切只能心记，不得印魔抄录啊。是。侄儿届时定当等候桃花岛来人。欧阳伯伯，这是您的必读之宝，侄女不敢拜礼。靖哥哥，我们走。哦。耀兄说话是算话的，我们还留在这儿做什么？怎么样，老叫花子，你是走还是不走啊？我不走，我要等我徒儿完婚以后我再走。明年岁末，又是华山论剑之期，耀兄你好生养气力，咱们再大战一场如何？啊？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我看你也不必枉费心力的来争了，已经有主了。有主了？哈哈，莫非风兄练就了一手举世无双的绝招？凭着我欧阳锋这点微末的武功，我怎么敢贪求武功天下第一的尊号？我说的是传授郭氏之武功的那位高人。你是在说我老叫花？风兄什么时候学会开玩笑了？哦，还会在玩笑里边骂人？传授过郭氏之武功的诸人当中，七兄的武功未必最高吧？啊？你这是跟我打什么哑谜呀？他说的是老顽童周伯通。正是。老顽童既然熟悉九阴真经，我们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都不是他的对手。那也未必尽然。经是死的，武功是活的。玄真派的武功非同小可，老顽童既然熟悉九阴真经，就算是王重阳复生，也不是他的对手。你我三人心擒一试，只怕还是棋差一步啊。老顽童的武功就算比兄弟好些，可也绝对及不上风兄和七兄啊。这一点我是深知的。耀兄何必过谦？哼，你我从来都是半斤八两。你这样说，那就是说你断定周伯通的武功不如你。这个，只怕口说无凭吧。明年华山论剑之时，风兄自然会知道。哈，当然当然。耀兄的功夫，兄弟一向是钦佩的，只是。你说你的功夫胜过周伯通，我的确是疑信参半。你别小觑了周伯通啊！这老顽童就在这桃花岛上，已被我关了10几年了。
竟跟你的女婿合起来骗我们，嘿，真是太好玩了。我平生最受不得激将，冯兄今日一而再，再而三，得罪我，只是怕耀兄的功夫不如周伯通啊。各位随我来。老顽童，你不是喜欢热闹吗？我带熟人看你来了。黄老邪，我给你打断双腿，在这里关了15年，本当也打断你的双腿，出口恶气。后来想想，饶了你算了。奉上大粪成堆，臭尿数罐，这是什么呀？叔父小心！爹，这一定是周大哥干的。这个可恶的老顽童！千万不可扯下树叶，会有臭尿流下。黄老邪屎尿加身，桃花岛主洪福齐天，老顽童周伯通，还有独孤求败。独孤求败是谁呀？哎，你看这块石头吧，这是生生用手指头摁进去的，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啊。这个周伯通没有这么深厚的功力呀。难道是九阴真经的功夫？又或是独孤求败所为？独孤求败。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周大哥没有带你走吗？什么？他就是独孤求败？周大哥说他把重阳真人都打败了，所以就叫他独孤求败的。亏他也想得出来。哎，这有什么想不出来的？你们要是谁能赢了我师兄王重阳啊，这独孤求败的名号就让他叫去。哎，要不100年之后，你们跟我的独孤求败比武，要是赢了，独孤求败的名号也就让给他，我和我的小乌龟一块叫他祖师爷。看起来，此人的功夫深不可测呀。哎，黄老邪，我在这儿呢。周大哥，周大哥。兄弟，先不要管我啊！我在洞里被关了15年，我现在出来，让黄老邪看看啊，我是多么自由自在。好臭，好臭啊！哎，黄老邪，哎，我们两个两清了。什么两清了？那当年你打断我的腿，在洞里关了我15年，如今呢，我弄了你2脚屎，一身尿，两清了，两清了。这就两清了？当然两清了。如果你今天就踩到屎，没理你一身尿，那以后我肯定尿你一身尿，这叫亲兄弟明算账。老顽童，恭喜你练成九阴真经。吸毒啊，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当年打了我一掌，哎呦，现在还疼呢。如今呢，我尿你一身尿，我们2个人呢，扯平了。好，扯平就扯平吧。呀，老顽童啊，老顽童啊，以往没觉你怎么地呀？啊，今天才知道啊，你的见识不在王重阳之下呀，不在。老叫花人不错，所以说老叫花身上是干净的。喂，老顽童，你干嘛把自己绑起来？这个不好说。小姑娘，你为什么就给我送了1次酒，就不再送酒了？是不是黄老邪不让你送了？黄老邪，你为什么不让小姑娘给我送酒喝啊？让我和独孤求败天天吃你那个破烂饭。老顽童啊，九阴真经你也练了，
留着也无用，把它还给我吧。给你？为什么？又不是你的。我黄某15年前曾经说过，先妻因你的九阴真经而死，我黄某发过誓，要焚烧九阴真经，以祭先妻。我黄某绝不向九阴真经看上一眼。我来想一想，想一想。可是，我已经把这个给谁了？把经文，把经文，给他了。我，周大哥，周大哥，你不能不承认呐！你忘了吗？你跟我说过的嘛。你反正左右也是老东邪的女婿了嘛。老东邪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老东邪的嘛。那我把那个九阴真经从头到尾都传给你了。以后呢，你再从头到尾的传给黄老邪。没有啊，黄老邪就是你徒弟了，我就是黄老邪的师伯了。黄老邪叫师伯。周大哥，周大哥，你千万不敢乱讲啊！周大哥，你什么时候把九阴真经传给我了？哎呀，傻兄弟呀！我让你背的那个就是九阴真经啊，要不然你费那么大劲背它干什么呢？以后呢，你再传给黄老邪，就作为你娶那个黄毛丫头的聘礼。你这说话呀，你怎么不说呀？啊，我没有啊！你是不是没背会呀？我真的没有啊！老顽童，你瞎说什么呀？靖哥哥怎么得罪你了？得罪我？没有得罪我。我和郭兄弟每天都玩4国大战，很开心的。我是一心帮助我兄弟脱离苦海的。周大哥，你在说什么呀？周伯通，上卷经文原在你处，下卷经文我眼见着你也给毁了。难道你违背了重阳真人的遗训，先背了下来？是，我怎么会违背我师兄的话呢？我哪敢呢？是你的宝贝女婿亲手教给我的。周大哥，兄弟，难道你都忘了吗？你把下卷交给我的吗？你说我们下卷换上卷，什么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什么的。你还说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黄老邪不让你的岳父大人知道下卷在我手里吗？周大哥，老顽童，你这玩笑开的有点过分了吧？不，老叫花子，我看到7、8分是真的。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阴险狡诈之人，假扮宅心仁厚。我的女儿喜欢你，我也没有办法。只是九阴真经在你的手里，就不必让瞎子梅超风拼命找寻了吧？对，周大哥，我兄弟还说了，说让那个瞎子梅超风去拼命去吧。我没有啊，岳父大人。周大哥，周伯通，我不再想与这个人说话。你要给我，便把真经的原本给我。你周大哥，真经的原本是吧？好，我给你。你腿上1号功夫大进，我可又要对不住你了。快把手上的绳子绷断，我要见识见识你九阴真经的功夫。不可以的，这个绳子说什么也不能绷断的。我来替你弄断。你仔细看看他这身法。周大哥，你没事吧？你为什么不用双手啊？老顽童上了自己的当了，我一时学会了九阴真经啊！这黄老邪，如果我用双手跟你打，不要说你了，
恐怕在场的没有人是我的对手。啊，不错不错。那我还有一招呢，我兄弟知道的，对吧？双手互好了搏，是吧？，周大哥，你别再讲话了。伯通，天下的伤药，无出我桃花岛之左。每隔7日你服一次，伤自会痊愈。我不留你了，现在你可以离岛了。你不留我了？桃花岛今后任你来去，你若要再来，兄弟一定迎候。海上孤岛茫茫，只怕你也没再见的日子了。这些年谢你相陪解闷儿，黄某实在是感激不尽呐。黄老邪，我们在桃花岛住的不错呀，你也不进洞来，我可以出洞大小便。哎，我们拜把子做兄弟好不好啊？老顽童，周大哥，你别再讲了，快吃药吧。我这岛上真是寒酸，来来往往就是这几艘小船呐。哎呀，这花不溜丢的船真好看呐！黄老邪，黄老邪，这花不溜丢的大船就是你的。啊，是啊。耀兄啊，我看你就不必另派一艘船送卓伯通出海了，坐我的船就可以了。啊，哪一艘啊？哎呀，哪一艘啊，老督啊？我的船上也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啊，真的？哎，你没骗我？嗯，你看，就在那儿。哎呀，真漂亮啊！蛇！哎呀，上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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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船上有蛇，我怕蛇啊！好，好，好，你随便坐哪艘都行。不啊，我就要坐那艘花不溜丢的大船。哎呀，那条大船坏了，没修好，坐不得的。哎呀，坏了我也要坐！哎，黄老邪那么小气呀！这条船是最不吉利的，坐上的人呐是非病即灾，所以停在这里从没有使用啊。你要不相信，我马上把它烧掉。哎呀，不要啊！哎呀，我要不要闹了坐新船，我要坐新船。这船坐不得，你还是坐小船吧。周大哥，老顽童，起来吧，周大哥。我要坐新船。姓郭的，你也走吧。我坐新船。爹，岳父，我你这个狡诈贪得的小子，谁是你的岳父？今后再踏上桃花岛一步，先自己弯眼割舌便是。爹，靖哥哥他，不许提这个无耻小子的名字。蓉儿，靖哥哥，蓉儿，靖哥哥，走，蓉儿，蓉儿，靖哥哥，靖哥哥。周大哥，哎，兄弟啊，这有什么好玩的嘛？哎，有好玩的时候，女人从来都不在你身边的，这有什么意思啊？无非就是他让你摸摸他的穴道，你让他摸摸你的穴道。再不然就是搞一个什么周易八卦呀，弄得你晕头转向的。再来做一些什么诗啊，什么4张鸡啊，8张鸡啊，哎，烦死了。啊，几位，耀兄的大船已经指望不上了，啊，怎么样？要不要坐我的小船将就一下啊？不要！我也不想去。那好吧，告辞了。告辞了。这个黄老邪要是翻脸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看我的徒儿不能在岛上久留了，老叫花也不能在岛上吃桃花吧，也一并走了。你呢？我也要上船了。哎，你刚才还说怕蛇呢。哎，我不要坐那个船，我要坐那个花不溜丢的大船。那个大船是黄老邪留给自己用的，我就要坐那个船。你怎么做啊？你去抢吗？啊？黄老邪正在火上，我们自己没气儿去求他，硬抢是不成的。哎呀，
来！哎，你过来帮帮我，这个家伙就知道玩啊！爹，你听我说嘛，爹。金哥哥怎么把船解了？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儿？天作孽，犹可补；自作孽，不可活。禀告大王，老都的船一直在后头跟着咱们呢。哎呀，由他去吧，你下来陪我喝酒好不好？我不喝。啊不，你把老都的蛇逼急了，窜下来咬你。我喝。这老家伙吃虾不吃红。怎么了，静儿？你这个傻小子，太实在了。他不认你做女婿，你就不敢认他做岳父吗？啊？怎么不想想，做不做岳父由不得他？由不得他，由得谁啊？你说呢？我不知道。哦，蓉儿。这个傻小子。这样吧，师傅教你咱们要饭帮的，要饭诀门啊。如果你到人家去要饭，这家主人不给你，你就在他家门口3天3夜缠着他，看他给不给。好。不行！啊，那家主人养了好多的狗，放狗咬你啊！这样为富不仁的人家，你晚上不偷他一把？偷？好啊。不行！那家主人养了好多的保镖啊！你去偷人家，抓住以后挖掉你的眼睛，打断你的腿。兄弟，打断腿可不好玩啊，一瘸的。看家护院怕什么的，是不是？我们要偷的不是金银财宝，我们要偷的是生着脚乱跑的蓉儿。对，你就跟他说，蓉儿，你过来。蓉儿就过来了。蓉儿，你走吧，他绝对不走。哦，不，我只让蓉儿来，我不让蓉儿走的。这傻小子。蓉儿呢？那你去吧。哎呀，去吧。阿恒啊，咱们的蓉儿大了，不听话了，我呢，只好过来陪你。今儿我是看出来了，他是真想下海游走啊。我也想，你要走就走吧，我再也不留你了。可女儿看见我，却又回来了。
我可能是真的老了，老的让女儿都能看出我的心事了。阿恒啊，这划船的事儿，我一直没敢跟你说。我知道你不想让我下去陪你，想让我陪咱女儿。可是蓉儿大了，不用我陪了。我原本想在蓉儿出嫁之后了无心事，便和你一同乘着这条船去出海。在船沉没之时，吹着箫，和你在海底相会。哎呀，老叫花，这样不好玩嘛！你吃饱了就睡，睡饱了就吃。我，哎呀，周大哥，你别闹了，你还是进舱去睡觉吧，我一个人在这儿就可以了。不，我不要到舱里去，我一进到里边就感觉要回到山洞里去了，我马上就吓出来。那，周大哥，要不你去找七公作伴吧？这个老叫花喜欢的就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我这辈子再也不要睡觉了。不睡觉是不行的。行啊，我准备练成一门奇功，只不睡觉的功夫。那以后老叫花睡觉呢，我就练功，再加上我的双手互搏，我准备和东邪西毒、南壁北丐他们来上一个5人大战。那一定会很有意思。好。这海上的风比草原上的还大呀。是啊，好久没有吹过风了。这风吹起来好像还有一种声音吱吱嘎嘎，砰砰突突，吱吱嘎嘎。我怎么什么也听不见啊？怎么会听不到呢？这样你把你全身的功力呢都运到耳朵上去，气沉丹田，听到了吧？听到没有？我把那小子给打发走了。你知道，我这个人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却最恨别人欺辱我的家人。那个小子为了真经，骗咱们的蓉儿，就如同欺辱了你一般。我原本是想宰了他的，可咱家的蓉儿是太喜欢他了，我只好给了他一条生路。阿恒啊，你不生气吧？咱家的蓉儿真是太想你了，喜欢上谁，哪怕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也是雷打不动。可自作孽不可活呀！那个小子和周伯通一起偷成了我造来和你相会的花船。那条船没用一根铁钉，全是用生胶粘好的。我看了今天的天色了，再过半个时辰，海上便会有风浪，那船经风一打，势必沉没。阿恒啊，他这就把真经给你送去，你在下面就可以不用牵挂了。蓉儿，蓉儿！
成了。我这。哎呀，咱往那边走，顺着风往那边走。好。师傅，好像有人啊！那是什么？好像是人啊！那老顽童啊！哎，老顽童啊！是周大哥。师傅，周大哥真的可以在水上飞啊！真有他的，你看他的样。周大哥，周大哥，老叫花，小兄弟。对呀，老东家，大哥，啊，你在玩什么呢？老叫花，你成了落汤狗了！哎，咸汤跑老狗啊！啊，我说老东西，你再大喊大叫，我把你当了狗肉煮着吃了。哎，想吃我？你先把狗肉汤喝了吧！好，来，好，哎，老叫花，鲨鱼来了！鲨鱼！啊，这鲨鱼不怕咸，你这咸汤跑老狗，怕是要粉身碎骨了吧？鲨鱼来了！鲨鱼来了！哎，哎呀！周大哥，你别闹了！落汤鸡呀！鲨鱼很多的，你们要粉身碎骨的。这哪有鲨鱼？师傅，什么是鲨鱼啊？这傻小子连鲨鱼都不知道呢。他是从草原来的。鲨鱼啊！兄弟，鲨鱼就是那个你看啊！你这混蛋，你咬我干什么？哎呀，兄弟，你来看，那就是鲨鱼，那就是鲨鱼啊！是那个吗？哎呀，你看清楚没有啊？兄弟，那个，我看不太清楚。兄弟，我让你看清楚啊！师傅，比马还大呀！师傅，真的很大呀！是啊，很大。你看，这好多条呢！啊，好多条啊！老顽童，你怎么玩疯了吧？你看看这么多，怎么办呢？啊，看我的！
有条船啊！船在哪儿啊？那儿。嗨！一条大鲨鱼啊！哎，放绳子！哎，老农，怎么样？先上去吧。老叫花，我就不上去了，我害怕老毒上面那些蛇。哈哈，这上面没有蛇，蛇在海里呢。100丈的海浪，那是蛇的脊梁。啊！啊，老毒，是你救了我们的命啊！哎，先说好了，我可没让你救我的命啊！这不算救命之恩啊！我们两个，扯平了，谁不欠谁的了？真是对不住啊，阻了3位莎莎的雅兴啊！刚才你们想吃我，现在该我吃你们了吧？这不是要吃的。小侄想了个办法，给洪伯父你报仇啊！哎，报什么仇啊？难道你钻到鱼肚子里，把那个肠子肚子都掏出来吗？这样死，也让他死得太痛快了。把鱼钩拔出来，撑开嘴抛回海里面，这样才算报了仇。叫他10天8天吃不到东西。师傅，他们这么做什么意思啊？把你的嘴撑起来，那是什么意思啊？那岂不是要被活活饿死了？这未免也太狠毒了吧！哎，我说，这种恶毒的方法以后还是少用点儿。哎，老教化，这叫有毒术必有其毒值。这算什么？3位请看，即便是这海中的鲨鱼再多10倍，要想把它们全部杀掉，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嘿，吹牛啊！哎，老毒，你要是把这海里的鲨鱼都吹牛吹死了，我老顽童给你磕头，叫你250声爷爷。好，那我们就赌一把。好，赌就赌，赌人头吧。赌人头我是没什么兴趣。哎，老顽童，如果我赌输了的话，我任你差遣做一件事情；如果你赌输了，你任我差遣做一件事情，好不好？哎，等等，若是胜方说的事情，输方做不到或不愿做怎么办？那他就自己跳到海里喂鲨鱼去了。啊，好，对，好。呀！师傅，周大哥，你们看呀，怎么会这样呢？哎呀，死了一条啊！它翻过来了。哎呀，又死了一条。哎呀，都死了。为了区一场赌赛，竟想杀死全海的鱼虾。老毒，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讲。就凭你手里那2条毒蛇，怎么有那么大的毒性？你能毒死这海里成千上万条巨鲨吗？这2条毒蛇费了我很大的心血。解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毒汁一旦碰上了鲜血，就会立刻化成毒液，于是这鲨鱼身上成百斤的鲜血就会化成成百斤的毒汁，碰上第2条鲨鱼，又多了几百斤毒汁，这样传下去，永无止歇。你这叫流毒无穷。
我既然得了吸毒这个名号，如果不在毒子上下功夫的话，恐怕是枉对世人了吧？啊？哎呀，少跟他们啰嗦了，这里毒气太重了，亏你还待得住，我看见他们就讨厌。哎，你想让我干什么？快说！三位要不要换换衣服？我们从长计议啊！哎，不行不行，快说快说，你想让我干什么？赶紧说，要不然你把我急死了，我告诉你，吃亏的是你，不许说我耍赖啊！好，那你跟我来吧。哎，老毒，你别走，你还没跟我说清楚呢。师傅，